这个小伙拜师乞丐学武，师傅却直接拿出2个铜球，让他抓着铜球练功。铜球重有100斤，小伙难以支撑，当场倒地。师傅便传给他运力口诀，照此方法日日苦练，终是能够振臂如飞，将龙形拳法练至大成。小伙龙虾是龙兴门的少主，其父龙震天身为掌门，武艺高强，却有着难以痊愈的隐疾。18年前，龙震天身为龙兴门大弟子，因贪图掌门之位，心生歹意，以迷药强行霸占师妹杨丽花。事后，杨丽花发现自己已有身孕，为了孩子与遮掩家丑，迫不得已嫁给龙震天。然而龙震天依旧不思悔改，杨丽花忍无可忍，使出龙形拳禁忌掌法五爪金龙，一掌拍在龙震天胸口。此招甚为毒辣，中此掌者心脉如同刀绞一般疼痛，每3年都会伤势复发，直至3期21年后就会彻底身死。如今龙震天已是第6次复发，多年的折磨让他心中愧疚。18年来，夫妻2人一直貌合神离，即便儿子龙虾也不知2人之事。龙震天也曾想尝试医治，可用多少秘方也无济于事。这日却有一个邋遢乞丐不请自来，开口便道出他隐疾的关键。龙震天顿时觉得有了希望，未料乞丐掏出一颗大黑药丸，声称只有此药能救他性命。龙震天不放心，询问其中配药，却听这药丸乃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材捏制而成，顿时只觉徒遭戏耍。龙虾年轻气盛，最是看不惯这等江湖骗子，直接动手暴打老乞丐，将其扫地出门。多年隐疾无药可医，龙震天做好了平静等死的准备。可哪知曾经的师弟凌可风再度找上门来。18年前，凌可风本与杨丽花情投意合，却遭遇龙震天横刀夺爱，一气之下性情大变，叛出师门，投身于关外独孤门下发奋练武。如今终于回来复仇，意图夺取掌门之位。龙震天愠怒，按照本门规矩设下香案，请出代表着掌门权力的金牌，只要他能在20招之内将自己击败，掌门之位与金牌自会一并奉上。凌可风口出狂言，表示10招之内就能取胜。随后2人同用龙形门拳法，身形如飞龙腾转，挥拳似神龙探爪，拳影交错，迅捷如风，很快便已过9招。龙震天嘲讽他大言不惭，却不料凌可风依旧胸有成竹，直接使出习自独孤门的武功，飞身一脚当场将龙震天重创，拿走掌门金牌，扬长而去。暗及天心伤，龙震天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，恳请杨丽花好好照顾儿子，心神激荡下便一命呜呼。而另一边，凌可风正在寻欢作乐，庆祝胜利。可当他得意掏出金牌观赏时，却发现背面根本没有“金牌在手，群龙叩首”8个字，自己费尽心思得来的却是个假货。当即带着手下青红双怪闯入龙形门兴师问罪。可杨丽花对此也是一头雾水，凌可风以为他在演戏，龙虾却是血气方刚，提拳打来就要为父报仇，哪怕武功不济也要咬下对方一块肉。凌可风吃痛，顿时愤怒，一招五爪金龙直接拍在龙虾胸口，5道指印赫然显现。接着又是一掌打翻杨丽花，勒令3日之内将真正的金牌奉上。可等3日后再度上门，整个龙形门已是人去楼空。杨丽花哪有金牌交出？为免宗门被灭，只能遣散一众弟子，带着儿子来到乡野隐居。龙虾惶恐，身中此招，难道就真的没有救治之法吗？杨丽花闻言叹息，讲起自己的师叔赵不若，此人号称在世华佗，若是由他出手，或许还能救龙虾一命。只是20年前，自从他与独孤门掌门一战后，便身受重伤，销声匿迹。如此，龙虾也只好认清现实，每日跟随母亲苦练龙形拳，希冀有天能够武学大成，也好在临死之前为父亲与自己报仇。与此同时，凌可风正搜寻他们母子的踪迹，青红双怪四处残杀龙形门弟子。龙虾的好友阿才赶忙将消息告知，龙虾气急，却自知武功不及，只能唉声叹气。阿才却说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龙虾不以为然，他一个从未习武的人要帮自己，岂不是笑话？哪知当真的操练起来，阿才却只用2-3招便将他打翻在地。龙虾惊奇，忙问他的功夫从何而来。阿才声称这是那名卖药的老乞丐所传授。
自己痛打的老乞丐竟是隐士高人。龙虾赶紧前往集市，为求老乞丐传授武学，老老实实郑重道歉。见老乞丐拒绝，就一路紧跟，死缠烂打，即使被乞丐痛打出气，也绝不还手。突然，龙虾气息紊乱，胸口的伤势当即发作，疼痛不堪。老乞丐见状，扯开龙虾衣衫，一眼便看出是五爪金龙所伤，当即运气为龙虾疏通经络。经过此事，老乞丐终于答应收龙虾为徒，只不过凡事都要听他的，另外也不准将学武的事儿告诉母亲。随后掏出一颗大黑药丸交给他，言称以后每天都要吃上一粒。龙虾无法拒绝，只好满脸痛苦，生吞硬塞。吃过药丸便开始正式习武。老乞丐丢来2个实心铜球，让他手抓铜球练习拳法。铜球重达数十斤，龙虾根本使不上力，老乞丐便传授他发力口诀，借此磨练他的气力。随后又在横木中央放上花朵，操控木桩指使龙虾上前抢夺。龙虾尝试左右摇摆，却还是被数次击倒在地。乞丐依旧乐此不疲，其意就是为了锤炼他的抗击打能力。最后还要进行灵活性训练，需要将双腿束缚，四肢着地，如青蛙般不停跳跃。就算龙虾疲累叫苦不停，回应他的也只有老乞丐的鞭挞驱赶。从此，龙虾过上了家语练武场2点一线的生活，日复一日的大黑药丸，每日雷打不动的3项训练，在老乞丐的精心训练下，龙虾的武学功底日益深厚。曾经让他叫苦不迭的训练，如今已是轻松自如。不仅对龙形拳的理解到达新的境界，更是学会了老乞丐的怪招，汇集百家武学于一身，甚至能在与母亲的切磋中占据上风。对于儿子武功突飞猛进，杨丽花甚为诧异，却在此时突然发现龙虾胸口的指印已然消失不见。天下间能够医治五爪金龙的人，唯有自己的师叔赵不若。龙虾当即前往后山求证，老乞丐当即承认自己就是赵不若。20年前，他败于独孤门掌门之手，就此隐姓埋名苦练武艺。如今他已经将自创的怪招功夫尽数传给龙虾，也是时候再去独孤门一决胜负。临走前，他还将真正的金牌拿出。他早已猜到龙震天保不住金牌，便用偷龙转凤手将其调包。也好在他未雨绸缪，才没让龙行门落入叛徒之手。而现在龙虾要做的就是清理门户。龙虾本想回家告别母亲，哪知母亲已经被人害死。看着凶手青红双怪得意洋洋，龙虾心中悲愤无比。而今他的武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，手成龙爪先杀一人，再用一掌将另一人利毙。之后龙虾将母亲安葬，直接闯入故地龙兴门。今日他便要为师门清理门户。林可风还在嘲讽他大言不惭，却见龙虾身似游龙，急如流星，旋即毫无征兆转身就跑。上乘武功的人懂得制造机会，龙虾之所以奋力奔走，就是为了迷惑林可风，顺便消耗他的体力。林可风果然中计，龙虾也不再游走，正面交锋。经过交锋，林可风收起小趣，直接使出独孤门的武学龙形拳与阴阳腿结合，颇具威势。龙虾也将学来的怪招使出，皮糙肉厚，硬扛拳脚，手如鹤嘴，专攻要穴，同时是以灵巧飘逸的青蛙跳，招式变幻莫测，令人防不胜防，打得林可风接连败退。随后借助横木训练，一招废掉其腿部，再借一招凤眼直攻对方咽喉。这个残害同门的叛徒终于跪地伏诛。